为什么啊，楚河？10多年来，我父兄为你交出兵权，你却置我谢氏全族于死地，为什么？这是你欠若若的。10年了，他竟将那女人的死归咎于我和谢家。楚河，你真是个蠢货！我不是死了吗？姑娘，可是心口又疼了，可不得心口疼。今儿是您16岁生辰，昨个太子殿下在勤政殿门口跪了一整夜，非要推掉与您的婚事呢。16岁生辰，太好了，真是老天开眼，我竟回到了还未嫁给楚恒的这一年。退婚，随他去吧。姑娘，您怎么这般平静？那是您和太子殿下10几年的婚约啊！他想要的可不只是退婚而已。姑娘，此话何意？殿下剿匪归来，朝野称赞，除了贵殿请辞婚约，并无别的动静啊。你可有听说此次剿匪遇险的真相？他追剿匪斗失足坠落山崖，命悬一线，是山间一位孤女救了他。还有一孤女，那姑娘生得温柔貌美，心性更是纯粹善良。为了救楚恒，她孤身入山遍尝百草，日日悉心照料，硬是把重伤的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。可也因此药性侵体，亏损了一身底子，身子孱弱不堪，更是彻底毒哑了嗓子。竟还有此事？那殿下将这位姑娘带回东宫，是为了报恩吗？不只是报恩，他感念她舍身相救，心生执念。自打回那孤女开始，一切就都变了。所以殿下跪在勤政殿3日，单单是为了退婚？是，他跪了整整3个日夜，不求别的，只求陛下点头，废了与我的婚约，册封那位孤女为正统太子妃。姑娘，外头那些都是闲言碎语，做不得数的。您和太子殿下自小青梅竹马，情分根深蒂固，殿下对您素来不一样，他心里拼定是有您的。好，不说了，梳妆了。你这张嘴也不知道跟谁学的，歇歇吧。姑娘，太子殿下过来了。他今日竟还带了旁人来，那便是那位被殿下从山崖下救回来的孤女柳诺，看着白白瘦瘦，一副柔弱模样，倒是最会拿捏人心。今日是您18岁生辰，殿下实在过分。有什么过分的？不过是装不下去了而已。您和殿下青梅竹马，还未出生时便定下了婚约，这情分深重，一个孤女是比不了的。往日的确如此，从小有谁说我的不是，他第一个替我出头。他犯错挨了罚，我也第一个替他求情。所有人都笃定我是他唯一的太子妃，可人心最是易变，还真与上辈子一模一样。上辈子我就是被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迷惑，竟真心实意的为他和楚恒筹谋。妹妹不必如此，你救了殿下，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才是啊。殿下，柳姑娘在京城无依无靠，又身有欠缺，虽说救了你，但正妻之位，恐怕你跪断纳膝改，陛下也不会允，反倒会给她招来灾祸。殿下不若退而求其次，先纳她入东宫为妾，将来如何，不也是殿下说了算？上辈子我一见柳诺跪下，忙不迭过去扶了起来，这次我只冷眼瞧着。姑娘，今日宾客众多，都在看您呢，急什么？诺诺，起来，地上凉。我倒是要看看他到底能装到什么程度。没错，柳诺是装的。上一世，我曾亲耳听到他黄莺式的嗓音，喘气着求一位蒙面人。师父，求您就再给我一副假死药吧。若儿，权谋博弈，罪忌用情太深，你拿性命做赌，一旦败露，就再无翻身余地。我一介孤女，若不用些苦肉计，殿下怎会将我放在心上？诺儿当真心意太子殿下，我知我的身份，给他做妾都属高攀，若不主动谋划，我这微薄的情谊，这辈子都入不了殿下的眼。师父，您就成全女儿吧，只要假死一回，殿下此生都会记住对我的亏欠。多么会装啊！骗过了楚恒，骗过了我。我曾问过楚恒，为何独独钟情于柳若？我出生便是太子，所有人都阿姐我，捧着我，他们敬我，爱我，无非因着我太子这个身份。哪怕是你淑音，说我不是太子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如果你不是太子，我与你就不会有婚约了，更不会一同长大，何来爱不爱？只有他在不知晓我的身份时，就愿意为我付出生命。淑音，如此纯粹的爱，我如何能抗拒？身为世家女，我向来行一而思三，我要顾及父母，顾及家族，我的确不会轻易为一个人付出生命。我们都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，楚河哪怕是跌落悬崖，仅凭身上的衣裳都能彰显他贵重的身份。
柳若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攀上他这根高枝。够了！想来我不开口，他是绝不会听的。很好，你这假死装哑的心机女，那就继续磕呀。谢淑音，你不要太过分，这就是你谢氏嫡长女的气度吗？谢淑音，快道歉！道歉？怪我当年太天真，撞破柳诺之后，当夜就写信给楚恒，告知他我的所见所闻，让他留意柳诺。第二日，柳若静真的死了，坊间满城传闻。可惜了。楚恒得知后给我回信道：幸得淑音提醒，骗孤者当诛。之后此事皆过，直到临死前才知道，原来他说的骗孤者是我。谢淑音，你哑了吗？太子殿下，婚事可是您要退的。是，若若没做错什么，是孤想退婚。你现在道歉，孤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当我眼瞎，竟一直觉得他是睿智精明的。红艳，陛下在前厅吧？是的，姑娘。尚书大人正在前厅陪着陛下呢，那便去见陛下吧。谢淑音，你想去干什么？父皇这次是微服出行，并未召集女眷，你懂不懂规矩？规矩，殿下，您觉得在陛下今日约尊降罪，亲自来我尚书府，是为了看柳姑娘这出下跪磕头的好戏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两位哥哥在边疆捷报频传，我父亲治理水荒立了大功，这朝中大半薨谷皆出我谢氏门下，而您，我大前最尊贵的太子殿下，却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孤女，在勤政门前跪了3天3夜，闹得满城风雨，非要退婚。陛下今日登门，为的是安抚我父兄的心。殿下，您好好动动脑子想想，您在勤政殿跪掉的，到底仅仅只是一桩婚书，还是您的东宫之位？淑音，你莫要仗着自己的生辰，去找父皇讨些不该属于你的东西。姑已经许了若若正妻之位，是断不会食言的。你若执意不肯退婚，非要嫁给姑，便只能做个良妻。太子殿下，大白天的少做梦。尚书府嫡长女谢淑音求见。淑音啊，今日是你的18岁整生辰，朕特意来瞧瞧，你这丫头怎么反倒神色匆匆？可是有什么要向朕诉说？陛下，今日是臣女生辰，臣女斗胆向陛下求一个恩典，圆臣女一个心愿。哈哈，好，你且说来，求的是什么心愿？太子殿下和柳姑娘患难情深，臣女好生厌恶，唯恐坏了二人白头偕老、永结同膝之约。陛下，请废掉臣女与太子殿下的婚书，为他们二人赐婚吧。这是把太子妃位置拱手送给那个哑女了。胡闹！简直是胡闹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是你一个女子该插手的吗？竟还敢跑到陛下面去放肆！女儿并非一时意气，并非一时意气。那婚约是先皇赐婚，是你说退就能退的吗？你现在立刻给老老实实进宫请罪，说是一时意气，口无遮拦，听懂了没有？我不去。不去你想如何？你还要上天不成？女儿想要退婚。退婚？退了婚，你以为这上京城里还有谁家敢娶你？那倒未必。我看你是中了邪。姑娘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自小到大，您最是循规蹈矩的，连多说一句话都怕失了礼数。今日怎么敢在前厅那么多人面前做出这样惊世骇俗的事来？姑娘一定是被气着了。循规蹈矩，红艳，你要记着，这世上的规矩是留给听话的人的，可听话的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。对蠢货的绝对忠诚不叫忠，那叫愚忠。姑娘，太子殿下送来的信。他是不是跟您赔罪道歉了？若是殿下服软，你也顺着台阶下呀。他楚恒这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服软。除了这封信，今日可还有我的物件送来。瞧我这记性，有的姑娘。姑娘，今日是您的生辰，这玉如此贵重，是不是太子殿下送？姑娘，您这今日是怎么了？您这么晚要出门，等等我陪你。红艳，你留下。谢姑娘深夜造访，果真名不虚传，美貌端庄。大皇子殿下也名不虚传，今日一见，殿下倒也不愧被称为是松柏之至。谢姑娘前日差人送来的瓜果熟了，尝尝。殿下的好意，淑音自然要心领。这不，大殿下的美玉，淑音也平平安安的收到了。
深夜孤身造访，收了我的礼，却又在我面前收拢掌心。谢姑娘，你大费周章的到我这冷宫一般的府邸，究竟是何意？殿下，我和楚恒的婚书是先皇所赐，尚书府与东宫退婚，难如登天，满京城都等着看我谢淑英的笑话呢。可殿下，我又再清楚不过，这个婚非退不可。大殿下，其实你才是陛下的嫡长子，是这大前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这东宫的位置，这御赐的婚书，本该都是你的。只因你生物敏弱，国师一句活不过18的荒谬正言，你就真的甘心认命，一辈子躲在这阴暗的角落里等死？谢姑娘慎言，有些话带进棺材里比说出来更安全。慎言，殿下若是真怕，便不会活过18，安安稳稳的坐在这儿等到22了。你私下里不曾娶妻，无儿无女，在朝堂上毫无存在感。可你背地里商行商铺开遍大钱，你府中暗藏的私产早已超了国库半数，招兵买马，暗中积蓄。大殿下，铁证如山，你敢说你没有野心？青子，谢姑娘既然连我这点家底都查得一清二楚，那又为何要来找我这个随时都会咳血咽气的废儿结盟？因为我谢淑英这辈子最讨厌和蠢货打交道。结盟之前，大殿下先让我瞧瞧你的本事，这第一步棋，你可别让臣女失望了。殿下，这是东宫这个月下人的人事变动名册，奴才按规矩特来向殿下请示。后厨换了2个促使嬷嬷洒扫的院子，也新添了3个丫鬟。没用的东西，姑日理万机这种后院塞牙缝的琐碎小事，你拿来烦姑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奴才只是想着前阵子尚书府退婚的人闹得满城风雨，如今局势敏感，奴才怕有人趁乱在东宫里安插眼线。这趁乱安插眼线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管事，姑且问你，谢淑英那女人这几日可在尚书府里杵闹？回殿下，说来也怪，自打生辰宴那天，谢姑娘在陛下面前请退婚之后，她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连外头的流言蜚语都渐渐散了。哼，姑就知道她不过是在跟姑拿交，以退为进罢了。她谢淑英身为世家嫡女，平日里清高的不可一世，可她闹得再大，这京城除了姑这个未来的天子，谁还敢娶她？还是姑的若若最懂事，最得姑的心。你瞧，若若在信里说，她今日又特意为姑学了一道新菜，等姑春猎回来，她要亲手做给姑吃。柳姑娘当真是秀外慧中，对殿下一片真心，绝非那些只看重权势地位的世家女子可比。那是自然，姑绝不会负她。传姑的旨意，明日姑便带上若若，去京郊围场春猎散心。姑要让那谢淑英在尚书府里好好看看什么叫恩宠，也让她好好反省反省她自己的骄纵。是殿下，奴才这就下安排春猎出巡的事宜。平民又如何？我若连知恩图报当家做不到，何以为一族之长？又何以为天下君子之表率？好，说的太好了，知恩图报才是真君子。咱们大前的太子殿下为了报答救命恩人，不惜在行政殿前为求娶那孤女，这不就是戏里的真君子吗？可不是吗？平民女子又如何？只要有情有义，为何做不得一国之母？说咱们殿下迫于那些世家大族的权力偏见，冷落了生死相随的恩人，那才叫天下人寒心。那何以为一国之君？对，太子娶哑女乃是君子之风。依我看，太子殿下就该娶那救命恩人，这才是大权的福气啊！殿下，百鸟朝凤，这是百鸟朝凤啊！柳姑娘是天降祥瑞，她是上天感念殿下仁义，特意降下的天佑之人啊！百鸟朝凤，天降祥瑞。若若，你瞧见了吗？连上天都被你的纯粹所感动。你就是我楚恒唯一的太子妃，姑倒要看看现在朝堂上那些老顽固，还有谁敢说你半个不赐？姑娘，大殿下那边来信了，是老德子亲自打扮成送菜的货郎，从后门悄悄递进来的，没人瞧见。姑娘，上面写了什么？奴婢今儿个上街，
听闻外头都在疯传，说那柳姑娘在皇家猎场引来了数百只神鸟，叫什么百鸟朝凤。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说她是天佑之人呢，说太子娶她是顺应天意。姑娘，大殿下这第一步棋是不是反倒帮了他们呀？帮他们？红艳，你觉得当今陛下是个信命的人吗？奴婢愚钝，不知道，但百姓们都信啊。陛下正当壮年，平生最恨的便是旁人窥伺他的皇位。他那般多疑的性子，绝不会相信什么虚无缥缈的天意。楚恒这一出百鸟朝凤，在陛下眼里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降辱，而是楚恒在利用民意逼他这个做父皇的让步，逼他废除与我谢氏的婚约。一国之君被自己的儿子用民手指手画脚，陛下嘴上不提，心里早就对楚恒扎下了一根拔不出来的刺。原来如此，大殿下这一招百鸟朝凤，不仅断了太子的前路，还让陛下跟太子生了嫌隙，当真是借刀杀人，妙极了。红艳，将这块白玉和这封信还按原路立刻给大殿下送回去。是，姑娘。殿下，谢姑娘的回信到了。送回去。想好了，既已结盟，重生后的第一步棋，便容不得丝毫犹豫。楚恒，这辈子我陪你们玩到底。父皇，天意难违，诺诺百鸟朝凤乃是上天昭示，此乃大前社稷之福，儿臣不孝，誓举救命恩人柳诺为正妃。若因世俗成见而负天佑之人，儿臣何以为天下君子之表率？请父皇成全，顺应天命。陛下乃社稷之幸，万民之福啊！强行拆散，恐惹上天降罪，请陛下三思。陛下，臣谢氏一族自开国起便辅佐皇家，百年清真，忠心耿耿。臣的2个儿子还在边疆为大前浴血厮杀，臣的嫡长女却被太子殿下用一个江湖哑女一出所谓的天意神迹，逼得无地自容，沦为天下人的笑柄。太子殿下既然心意已决，甚至不惜抬出天意，动用万民舆论来相逼，我谢氏不做阻碍太子仁义的罪人。臣等恳请陛下废除婚约，恳请陛下废除婚约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这个不孝的逆子，你居然敢用民意、用天意来逼朕！你当朕的江山是听你那些神官飞鸟摆布的吗？若是真的，岂不让天下人公之臣寒心？陛下若是不仁，便是不顺天意，同样要失了民心呐。这大皇子几年不见，怎的这般出尘俊俏？确实比太子看着顺眼多了。父皇，儿臣不才，愿为父皇分忧。谢尚书对我大贤忠心耿耿，谢姑娘更是京中女子典范，端庄贤淑。可若强扭婚约，必再冷了功臣之心；可若求娶，伤了皇室体面。儿臣愿求娶谢叔娘为妻，请父皇为儿臣与谢姑娘赐婚。楚瑜娶谢淑音，既保全了谢家的颜面，稳住了兵权，又让楚桓这逆子无话可说。朕怎么偏偏忘了这个儿子？皇兄，你疯了！你一个随时可选病死的废人，凭什么娶她？父皇，儿臣不允！逆子，给朕闭嘴！传朕谕令，废除谢氏淑音与太子楚恒之婚书，将谢氏淑音改赐婚于大皇子楚瑜为妻，则即日大婚。另赐太子楚恒与那哑女柳若择日完婚。散了吧！哎呀，哪家狗没拴好绳？大
大白天跑来尚书府撒野呀？原来是要娶哑女的太子殿下啊！真是不好意思，奴婢眼拙。不过殿下您来的不巧，咱们这小院新规刚立了新，太子与狗不得入内。您要不自己出去？放肆！一个没规矩的贱婢，滚开！谢淑音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顾今天好心好意来提醒你，那楚玉不过是个快死的废人，多活几年已是万幸，他随时都会咳血咽气。你嫁过去，过不了几天就是守寡。你若还懂点好歹，现在就跟姑进宫去求父皇收回成命，走，去求父皇推了你跟他的婚，否则将来有你哭到眼瞎的时候。谢淑音，姑在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太子殿下，大皇子是臣女自己选的，臣女将来不管是哭是笑，还是那大皇子能活几天，就不劳烦殿下您替臣女操心了。鸿雁，还愣着做什么？拿扫帚过来，记得多洒点水。这院子里有一股洗不干净的小狗窝。好嘞，奴婢这就拿大扫帚把这地都狠狠地刮干净。圣旨刚到尚书府，谢姑娘便大驾光临。瞧你今日心情不错，连走起路来都带着一阵春风。退婚的圣旨下了，改赐婚的恩典也拿到了，臣女能不开心吗？喏，请你的。不过先说好，这是鸿雁的手艺，虽说比不上你以前吃过的御厨手艺，但今日你大殿下也就将就吃着吧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无功不受禄。谢姑娘今日特意差人备了这些，送来我这荒凉的府邸，到底是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大殿下今日在勤政田前一语破局，帮我也帮谢氏，稳稳当当的赢了这最关键的一局。谢姑娘，你大抵是这天底下第一个在棋局赢了之后还记着要给对手送菜的人。殿下记错了，在这盘棋里，你从来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是我谢淑音的盟友。苦的。鸿雁做糕点的手艺在尚书府可是一绝，她放了很多糖，怎么可能会是苦的？药是苦的，但这个是甜的，喝完药吃一颗就不苦了。甜的。那殿下好好休息，臣女便先回去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南方时疫爆发的厉害，朝中百官人人自危，太子竟还主动请示去灾区救灾。不，殿下还带上了那柳姑娘，但区一区带上女眷，这合适吗？这真是大功德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那哑女可是百鸟朝凤，天药之人，听闻她还会医术，能造福百姓也说不定。这杯中的春茶甚好，只可惜这世上总有那么些瞎了眼的人，错把顽石当了璞玉。楚玉虽智谋无双，又有钱，可这身子骨看起来也太单薄了些。若他真的是个废人，我那计划岂不是还没开始就要胎死腹中？谢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楚恒的蠢货，那日在我院子里言之凿凿的笑话你，说你楚玉不过是个活不久的废人。殿下，你我既已结盟，我便不容这盘棋有半分差扯。我且问你，你能生吗？谢姑娘既然心存疑虑，要不我们试试？哎呦，谢姑娘，您可算来了。只是殿下今日身子实在不适，方才刚食过药，这会子正闭眼歇着，方才还咳了血呢。殿下不愿旁人看见他这般狼狈模样，您看要不改日再来？咳血？怎么会突然这么严重？德叔，殿下脾气我明白，我是他盟友，亦是他未来妻子，无论何事我与他共担。您在此守着，我进去探望他。那便劳烦谢姑娘了。殿下，你连药都不喝，是真打算就这么跟自己的身子骨赌气？老德子真是年纪大了，
就连你也拦不住。那药太苦，喝了也左右不过是吐出来，白白折腾，省一省也罢。殿下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我今日来，不过是来亲眼瞧瞧你死了没。你若是现在就这么病死，我费尽心机布下的整盘棋局，可就白白为你陪葬了。放心，在谢姑娘的宏图大志未成之前，我死不了。你每次都说死不了，可我每一次也都在你面前做到了。德叔，这药放凉了，最是伤胃，劳烦您拿去小厨房重新煨一下。哎，还是谢姑娘疼惜殿下，奴才这就去热。殿下，你若是难受，别硬撑着。我没撑着，我是习惯了。谢姑娘，殿下的药温好了，拿进来吧。德叔，这里有我，您先下去歇息吧。哎，那奴才就在耳房候着，姑娘有事儿随时唤老奴。温热的刚好，一口口喝，不许剩。退烧了，脸色比方才好看了些。既然没事了，那我便先回去了。谢淑叶，怎么了？今日我病发咳血的事，别告诉你爹。为什么？尚书府与大皇子府结盟，你的身体状况如何？我父亲理当知晓。我怕他觉得我身体太差，不让你嫁过来了。姑娘老爷，天大的喜事，不是天大的笑话！整个京城现在彻底炸锅了。毛手毛脚的，成何体统？究竟出什么事了？能让你这丫头大惊小怪成这样？是太子殿下，先前他不是敲锣打鼓的主动请缨去南方抗议吗？还非得带上他那还没过门的哑女。结果呢，半路上那柳姑娘自个儿倒霉染上了疫症，太子殿下急得魂儿都没了。本来殿下是想派人送她回京，可谁能想到那半路上他竟然用一剂迷药把太子殿下给药晕了，也带回了京城。现在马车都快到城门口了。上一世也是如此，父亲得了消息，连夜将人拦下，此事才未走漏无风声。报什么？太子竟弃守疫区潜逃回京，真是荒唐啊！这绝不能让陛下知道。传我密令，调集谢家军在城外五里坡，连夜将人强行拦下，立刻送回疫区。快去！荒唐，简直是荒唐透底！身为大前储君，主动请缨去灾区，本该安抚万民。如今国之重臣、守边将领都在前线守旗抗议，他身为皇子，竟然为了个女人弃百姓于不顾，当了逃兵。父亲，您消消气。以往出了这种欺君的大事，殿下那些依附于我谢氏的门生，少不得要为他连夜奔波，瞒天过海。只是不知这一次若没有谢氏在背后撑腰，他的那些好门生还肯不肯替他隐瞒？瞒！哼！谢氏不插手，他那些门生树倒猢狲散，谁还敢嫌命长替他遮掩？老夫这次倒要看看他楚恒怎么去跟陛下解释这齐天大祸！你这个贪生怕死的逆子，奉旨赈灾，你却视万民如草芥，临阵脱逃。大前100年的脸面全被你丢尽了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儿臣一时受风寒，神志不清，被人下药误带回京。儿臣绝非有意退缩，求父皇明鉴。明鉴？弹劾你的折子早已堆满朕的御案，全天下百姓都在唾骂你德不配位。来人，将这逆子押回东宫幽禁，无朕口谕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该死！那些落井下石的折子到底是谁放出去的？那些贱民凭什么敢唾骂姑？听着，立刻去给姑雇人，凡是能用嘴说话的，统统砸钱买下，让他们在京城给姑洗白，就说姑是被柳姑娘深情所误，根本不知情。
把那些污蔑姑的舆论统统给我压下去！殿下，咱们东宫账上如今连1分银子都没有了。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姑名下商铺行李良田千里，四姑还有数万两现银，银子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殿下，奴才查过了，这大半年大皇子的商行都在暗中疯狂打压我们的铺子，他们用2倍价抢我们的货，用极低价抢我们的客，咱们商铺接连亏空，早就成了无底洞。奴才只能变卖了您的私库和良田，如今东宫的私库已经彻底空了呀！楚玉，那个病秧子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姑娘，太子殿下这次没了银子，什么都顾不起了，只能眼睁睁瞧着自己被唾骂。您大笔一挥，大殿下又要大干一场了。楚恒一向傲慢，觉得这天下人都该围着他转。既然他自掘坟墓，我们不顺水推袍送他一程，岂不辜负了这漫天风雨？去吧，把信送出去。好嘞。姑娘，信已经给大殿下了。奴婢真是不明白，那柳姑娘也太自私自利了。为了保命，用迷药把太子从疫区带回来，害得殿下如今名声扫地，被百官口诛笔伐。可殿下回京后，竟然连半个重字都舍不得责怪他，依旧把他护得跟宝贝似的。殿下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怪他？在楚恒眼里，柳若的爱可是干净无瑕，不沾杂半分杂质的。即便他自私自利，带他当了逃兵，毁了他的前途，他大抵也只会自欺欺人，叹一句：若若只是太在意姑，太害怕失去姑了。殿下真傻，都这时候了，他还能如此糊涂？前世，以往每一次他闯下大祸，都有我谢氏在后面千方百计给他擦屁股，他自然有底气去当他的深情贵公子。而如今，没有我谢家出手，他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。我倒要看看，当他东宫之位保不住的时候，他那张嘴里还能不能说出这般深情无悔的话了。殿下，谢姑娘送来的信，奴才已经收好了。咱们先前在东宫安插的粗使嬷嬷和洒草丫鬟，如今是不是该动一动了？要不要奴才安排一下？是个死局，直接要了那柳姑娘的命。要他的命，那未免太便宜他，也太无趣了些。吩咐东宫里我们的人可以动手了，无需大费周章，只需略施小计，逼一个原就会说话的哑巴在人前开口，去办吧。是殿下，奴才明白，这便去传信。是若若不懂事拖累了殿下，若若愿意以死谢罪。殿下，若若先走一步，来生再报答殿下的一往情深。若若！救命！殿下，救命！若若在这里，救命！殿下，殿下，柳姑娘在那边喊救命呢，你听到了吗？她往那边飘了。捞她上来。姑娘，昨夜东宫闹了天大的笑话，那柳姑娘假意跳湖，结果因为不会水，生生吓得喊了救命。原来她根本就不是个哑巴。可奇怪的是，太子殿下发现了他的骗局后，既没有暴怒，也没有找他对峙，只是让人把他捞上来，自己便在书房里枯坐了一整夜。今儿个一早就传出殿推迟了大婚婚期的消息。知道了，你先退下，继续盯着东宫。属下遵命。嘿，那柳姑娘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下好了，
庄雅的骗局当场被戳穿。不过姑娘，这太子殿下的反应也太奇怪了吧？以他的性子，要是知道柳姑娘骗了他，不应该把东宫都给掀了，怎么反倒安安静静的推迟婚期了？不合常理，推迟婚期是推迟，而不是退婚。一个被欺骗、被毁了名声的太子，如果不废婚约，反而只是推迟婚期，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他推迟婚期根本不是因为发现了刘婉的骗局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桩婚期很快就会因为别的大事而不得不作废。他知道这日子快到头了。别的大事？什么大事能让大婚作废？陛下驾崩，国丧大刑。姑娘，这话可不行说，这可是大逆不道。楚河，他怎么会知道陛下快熬不过这个秋天了？除非他不是现在的楚河，他是不是也重生回来了？父皇，儿臣求您了，求您收回成命，儿臣要与刘娜退婚。儿臣就算是死，也绝不娶那个女人，求父皇成全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朕说一遍！儿臣要退婚，求父皇废了儿臣与柳若的婚事。逆子，你这个荒唐透顶的逆子！当初在情政面前跪了3天3夜，逼着朕赐婚的是你，如今大婚在即，礼部已经昭告天下，你跟朕说不娶的也是你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柳若她骗了儿臣，她根本就……你当皇家婚约是儿戏吗？当朕的旨意是供你随意践踏的泥巴吗？朕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出尔反尔、无耻至极的蠢货？给朕滚出去！生生世世都不要再来见朕！滚！谢淑音，给姑开门！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开门！要理会他吗？不想理，那就不理他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大半夜的夜闯臣女闺阁，传出去您还要不要名声了？我们姑娘早就歇下了，您有什么事，明日再来吧。滚开！你个下贱的婢女，也配拦姑？谢淑音，你给姑知道你没睡，姑出来把话说清楚。他今日怕是喝了太多的酒，再由着他这么闹下去，我尚书府的名声怕是要被他给拆。我得去开门，尽早打发了他。去吧，我等你。淑音，你们循规蹈矩的活腻了，就想离经叛道，怎么了？你还未出阁，你究竟知不知羞？知羞？殿下，你与那哑女无媒苟合的事情都做了，臣女与未婚夫在一起，这又有何不知羞的？皇帝，你这话确实说的不妥。我可不像皇帝你，今日跟这个退婚，明天跟那个推迟。我看上的女人，向来从一而终。还有，淑音这2个字不是你叫的，你该喊皇嫂。淑音，你听我说，那柳娜她骗了我，是她装哑，是她从中作梗，我们才会变成这样。我前几日做梦，梦见与你成亲做孤王后的人，明明该是你的。夫人，被子凉了，我身体虚，冷。太子殿下，夜深了，要不您进屋和大殿下一起说？好，你们真好得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去瞧瞧。柳姑娘，这大清早的，你发什么疯？谢姑娘，殿下自从那日深夜从您这儿回去，怎么都醒不过来，嘴里还不停地吐着血，可梦里却一声一声全在喊着您谢淑音的名字。谢姑娘，您和殿下青梅竹马，您就去一趟东宫吧。民女知错了，民女不该妄想正妃之位，只要您肯去东宫看一眼殿下，救他性命，民女甘愿为妾，退居偏房，生生世世当牛做马伺候姑娘，求姑娘成全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柳姑娘你开口说话
清脆如黄莺，可真是不容易啊！管家，你们都是死了吗？今日是哪个是我们的瞎了眼，把这种来路不明、不知廉耻的东西往府里放？冲撞了姑娘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姑娘恕罪，是这疯妇使诈，假装晕倒在后门，奴才们一时不察。快把他给老子捂住嘴，拖出去，直接扔到大街上去！以后尚书府百步内再见这疯狗，直接打死！呸！那柳姑娘真不要脸面，自己使苦肉计弄巧成拙，反倒跑来咱们府上哭天抢地，还大言不惭求姑娘准她入东宫为妾。姑娘，你可千万别理会东宫的死活。红叶，你不觉得这件事处处透着古怪吗？古怪？哪里古怪？不就是柳姑娘急疯了，求您帮她吗？楚恒生性自私刚愎，对我何曾有过半分情深意重？可柳若却说，她病中梦里一声声喊着的全是我的名字，还有她前几日夜闯我小院时风言风语，说什么梦见与我成亲，我才该是她的皇后。姑娘的意思是，殿下她中邪了？不是中邪，这天底下绝没有无缘无故的预知梦，唯一的解释就是楚恒，他也像我一样回来了。启禀姑娘，太子殿下昨日黄昏时分已经醒过来了，神色自如，并无异常。只是他醒来下的第一道密令，便是让礼部将他与柳姑娘的大婚婚期无限期推迟。无限期推迟，知道了，继续盯着东宫，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来报。属下遵命。娘，这太子既然也回来了，他定然知道我们谢家已后会，那他推迟婚期，是不是要对我们动手了？楚恒，既然你也回来了，那这盘棋就看谁先要谁的命。陛下，陛下，来人啊！快传太医！西脉密阻，快熬参汤，快呀！父亲，昨夜可是宫里出事了？淑音，正如你先前所料，陛下昨夜在御书房突发极严重的心疾，太医私下里将为父拉到一旁，说了实话，说陛下此病乃是多年积劳成疾所致，已经坏了根骨。陛下这心疾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再次发作。太医说，陛下最多也就熬得过这个秋天，绝对活不过今年了。这就是他的计谋。楚恒这时候没有任何的竞争者，他要登上皇位来对付我们。淑音，那这一次你想如何？父亲，既然陛下这一次注定要在秋风里无声无息的轰逝，那这一次我们便要在这生与死之间布下一局，一局能直接将楚恒彻底踢出局的死棋。淑音，你终于舍得和姑见面了。这里我们有些年头没来了吧？姑还记得你10岁生辰那年，我们来放花灯，你为了捡莲花盏，整个人从这里滑了下去。那时你吓得哇哇大哭，还是姑不顾一切拉着你的手把你拖上来的，你忘了吗？殿下的记性当真是极好，连臣这么烂谷子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只可惜臣女命薄，前世在寝宫血液的记忆实在太疼，疼得把那些年少无知的荒唐通通都给记不清了。所以姑猜的没错，你果然也带着先前的记忆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先前是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错怪你了。姑后来登基，派人追查了陈氏一族，才知道柳若身边的小丫鬟根本不是她的人，是那个与楚恒向来不对付的陈氏做的。是陈氏的人知道他假死的计划，暗中换了他的药，故意嫁祸给你和整个谢家。淑音，姑从始至终都是相信你的，所以当年姑才没有及时去救他，只是姑没想到他竟然真死了。如今你我都重来一次，你原谅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原谅？楚恒，你别在这里做出一副深情无悔的模样，令人作呕。就算柳若前世的死跟陈氏有关，那又如何？是否纳她为妾，决定权自始至终都在你的手里。楚恒，我永远无法忘记你拿着匕首一寸刺向了我，你亲手杀了我，灭了我的全族，却跑来跟我说你错怪我了，你求我原谅。你当真是一个彻头彻尾毫无人性的畜生！淑音，
姑知道你的症结在哪里了。你恨姑宠信柳诺，对不对？姑今日便亲手把这根结给你解了。说说，当年你用假死药骗姑，害得姑将账算在淑音身上，骗姑者当诛。疯子，他是一个疯子。淑音，当年他骗姑，害了你和谢家，如今姑亲手将他杀了。现在你解气了吗？解气？我觉得可怜可悲。我和他一样，不过都是你为了权力随时可以唾弃的刀下亡魂。胡说！你跟他怎么能一样？他是骗子，你是姑明媒正娶、自有定亲的妻子。你给我闭嘴！丑时3刻，淑音，你今夜故意约姑来这途中痛斥前世，拼了命的拖延时间，其实是在等这个时辰吧？前世就是在这个时辰，父皇会心悸폭发崩至。你以为我没有谢氏，你拉上个没用的楚瑜，你们就能赢了？朕今夜就带你进宫，让你亲眼看看今夜到底谁才是这大前顺应天命的皇帝。哈哈哈！我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。东宫石帅府何在？羽林军何在？誓死效忠殿下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楚恒，你这个弑父夺位的逆贼！淑音，朕早说过了，只有朕才是真正的王。来吧，朕要让你做这天下最快乐的皇后。楚恒，你真的觉得你赢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谢家军的人数太少，发现了？不对，这不对！谢淑音，你设了局，这不可能！逆子，你说谁是朕？父皇，你不是已经驾崩了吗？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陛下，臣该死，臣等无能。陛下平日龙气操劳，心疾早已入膏肓之境。若是任其恶化，陛下寿数最多撑不过这1月了。唉，30年苏醒夜灭，朕这身子骨，朕自己清楚。太医，淑音丫头呈上来的这药，当真有那般神效？启禀陛下，此药名唤归西，服用后能让人的心脉在12个时辰内陷入极度微弱之境，呼吸全无，假死一次，受损心脉便能得到短暂休养，能为陛下多争取数月寿命。只是药性报道，陛下不可动怒起伏。多活几个月。淑音，朕若按你的计划服药假死，那逆子当真会按捺不住，起兵谋反。陛下，太子殿下若知道您驾崩，他绝不会等。朕这一生仅鉴于政，不敢有一日懈怠，却不曾想竟然亲手生养了这么个狼狈的东西。淑音啊，你当真是一个极聪慧、极有胆识的丫头。陛下，朕本该在3个月前的那个深夜无声无息的病死，因你的局，让朕亲眼瞧清了那逆子的狼子野心，足够了。楚瑜，你是朕的嫡长子，这大前的万里江山，朕今日便正式交给你了。辅佐功臣，护佑万民，莫要让朕失望。儿臣遵旨，儿臣定不负父皇厚望。淑音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好不容易我们都回来，这是上天给我们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我倒不这么觉得，让我们都回来也说不定，是因为有些人太冤了。楚恒，你可知为何你我10年夫妻，我都不曾有孕？因为从嫁给你的那一日，父亲就给了我避子药。我谢家确实忠君爱国，但绝不于众，外戚势大，若在局势未稳时诞下子嗣，只会招来皇家更深的忌惮。我父亲早就防着你这个生性多疑的皇帝，但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孩子的。你杀死我时，我腹中已有3个月身孕，
你为何不告诉你是吗？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人生孩子？楚恒，我还真担心你没回来，我怕你觉得自己死得冤，这都是你欠我的。陆华，夫人，上来吧，我背你回去。哦哟，哭鼻子了，还有我呢。我挣那些银子，就是为了你当上皇后，能国库充盈，安稳一些。喂，目的达成，跟我打感情牌啦？被发现了。1个月后，楚瑜登基了。江山共理，国事共议。从今往后，内朝的事你谢淑英说了算，至于这外朝的事，朕也全听夫人。如今能守这般安稳光景，岁岁无忧，真好。